娘，甜甜甜，等一下，你娘？娘。她江黛，21世纪3线小明星，打戏一流，演技在线，但气人的就是一直不火。刚在剧组熬了3个大夜场，好不容易睡着了，却见到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孩叫她娘。在做梦，肯定是在做梦。等一下，你先等一下。4岁的卷卷不明白娘要做什么，但乖乖听话。下一秒就见到娘抬起手，很是狠心地掐在自己的大腿内侧。卷卷惊呆了，不是梦啊！他呆呆地望着前方，然后环顾四周。破旧的房子很破，都快赶上他农村老家5年没有人住的老房子了。床边站着一个也就是3、4岁的小女孩，和现代见过的白胖软糯小孩不同，这孩子瘦小，头发有些凌乱，此时正小心翼翼地看着他。而他身侧的床上还躺着1大3小4个男的，衣着打扮明显就不是现代人。等一下，这情况我穿了？不会吧，别人穿越都是死得轰轰烈烈，我就这么草率，睡着了硬穿啊！娘刚才没有张嘴，但卷卷却能听到娘说话的声音。卷卷看着娘，怀疑自己看错了。这是哪里？几年？念桃村，咱家。几年？不知道。完了，穿了，真的穿了！谁爱穿谁穿，我是真的不想穿啊！姐刚还完的房贷，新买的小汽车，刚要兴致杀青，回家可以躺平看着小手机吃吃喝喝。你跟姐说，姐穿了，没有记忆，没有哎，等等，系统。系统。卷卷却瞪大了眼睛，他真的看清楚了，娘说话真的没有张嘴。孩子直接被吓傻了，愣在了原地，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耳边继续传来娘亲喊系统的声音，他不明白娘为什么要喊系统啊。没事儿，说不定是穿书呢。为了做准备，我最近看的小说我都能记得住名字的。宝贝，你叫什么名字啊？卷卷还是第一次见到娘亲对她露出这样温柔的神色，倒没有感到欢喜，只觉得这一切太过反常了，令她害怕。卷卷，挺好听的名字。那卷卷，我叫什么呀？娘。好像也没错哈。娘好像不记得以前的事情了，这是怎么了？卷卷能给娘说说吗？爹娘和哥哥要去城里赶集，牛车翻了，爹娘和哥哥被拉回来，卷卷没钱，找不来郎中。江黛这才想起来身边还有几个昏迷的人，他连忙转头查看那几个人是不是还活着。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床上剩下4个人都齐刷刷的发着烧，一摸就能摸出来，身体滚烫的，头上和四肢上还有大小不一的淤血，应该是撞击硬物留下来的。这是开局死全家的节奏啊！烧成这个样子，在古代发烧那可是要命的，会死的。卷卷，家里的凉水和布在哪里？你知道吗？你要先给他们降温。随着江黛的话落音，小卷卷就立刻跑了出去。没多久，卷卷就带来一个盛着凉水的破碗，还有一块破布头，动作麻利的给床上的几个人物里降温后，江黛只觉得头越来越疼了。那卷卷，知道家里的钱在哪儿放着吗？小卷卷摇头，家里的钱怎么会让他知道在哪里呢？江黛只觉得头更疼了，想要昏过去，死了重开。卷卷，我们有没有亲戚？爷爷奶奶、叔叔伯伯、外婆外公、舅舅爷爷？江黛也不是很想求助这么点孩子，可是他刚传过来，没有记忆，没有金手指，没有钱，开局只有一个破屋和一屋子的老弱病残。爷奶和我们分家了，娘没有家。那娘现在要去借钱，该找谁啊？怕是都不好借。啊？隔壁王大娘家。你说白天那一口子会不会熬不过去死了呀？死了好，一家子懒蛋，全让卷卷妹妹自己干活。奶奶，他们一家死了，咱们是不是就能把卷卷接到咱们家了？
吃你的饭。白家六房是不行啦，但别忘了，人家卷卷还有一群伯伯婶婶，轮不到咱们。白家那2个也不是多好的。老头子，我一会儿去白家看看，也不知道那一家子怎么样了。卷卷到底也只是个4岁的孩子呀。忘了上次白家那男人干的好事儿了。上次王大娘就是去看望生病的卷卷，就被白家那群不要脸的讹了好几个铜板，非说那天只有王大娘和大锤去过他们家，丢了铜板就是大锤拿的。敲门声响起，门没拴着，进来吧。王大娘说着就朝门口看去，然后整个王家人都沉默了，甚至如临大敌。王大爷，王大娘。江大看着眼前见到他明显不喜欢的王家人，心中叹了口气。难啊。卷卷刚才虽然只是说家里大人和王家关系不好，没有细说以前的纠纷到底是为什么。孩子小，有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也没关系，但应当是一户心善人家。总之先表明诚意，应当是可以的。我这刚醒，以前的事情好多都记不清楚了，家里的钱财放在哪里也不知道了，家里还有4个昏迷不醒的。江大话说到这里，王家人就都知道什么意思了。王大娘刚想要开口拒绝，家里还有几只母鸡，可以先做抵押，钱肯定还。借了你钱，你反口说鸡是我们偷的，那我们找谁说理去啊？找第3户人家做个证。要是卷卷这个时候配合一下，钱应该能借到手。对于娘亲，小卷卷还是有渴望的，渴望有一天娘亲不讨厌她了，可以喜欢上卷卷，就像旁边大锤哥哥和他的娘亲一样。而对于总是打人的爹，还有那3个总是欺负他、游手好闲的兄长们，卷卷犹豫了一下，鼓起了勇气。要不补救了？爹和哥哥也不是非要不可的，没了他们，家里的东西还能让他和娘亲多吃几天。江大一脸问号，王大娘一家也是一脸的问号。几人一起看向了卷卷，那一瞬间，卷卷低下头，好像是愧疚一般。王大娘看了看像是为了之前事情内疚，不愿意再来麻烦他们的小卷卷，又看了看一脸真诚，说是失忆了，还变得温温柔柔的白家媳妇儿。这乡里乡亲的，白家媳妇儿目前看起来好像还顺眼点。行。旁边的王大爷眉头紧皱，可终究是心善呐，想着就这一次，若是还被讹了，以后白家六房死绝了，他们也不帮了。卷卷真会，以退为进，绝了！卷卷跟着王家儿子去抓了鸡，又找了2户人家做了见证，江代就借到了500文，也就是半两银子。王家还是心善给多了，不然就白家的那3只不胖的母鸡撑死100文。卷卷，你吃点，这个饼子还热乎着呢。谢谢大锤哥哥。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真好啊。等等，好像这个小男孩叫大锤，应当不是男主的名字。可惜了。王大锤有点防备地看着眼前的女子，果断牵起卷卷的手就跑。他是真的怕卷卷这个傻子将手里的吃的给那个老巫婆。不是，这原主以前到底做过些什么啊？连邻居家的小孩都这样，感觉卷卷好像是他们王家的一样。大锤哥哥，你听到我娘亲说话了吗？没有啊，你娘刚才说话了吗？娘说了，说什么真好，还说了你的名字。你肯定是听错了，你娘没说话。难道只有他才能听到娘亲不张嘴说的话吗？大锤哥哥，人能不张嘴说话吗？是鬼吗？那肯定是了，鬼可是要被道士抓去的，那些道士可厉害了，嗖嗖几下，那鬼就灰飞烟灭了。一想到现在会温柔给他说话的娘亲会被抓走，会灰飞烟灭，他就害怕。我娘不是鬼，我说错了，我就是问问。小家伙心中发誓，以后绝对不能跟任何人说娘亲能不张嘴就说话。好，你说错了，你娘不是。不过我觉得你娘倒是好了很多，好看了。我一个黄花大闺女，恋爱都没谈过一次，多了4个孩子，3个好大儿，1个小闺女，天要亡我呀！到底救谁？王家借来的那500文看病根本就不够用，尤其是大儿子狗蛋的伤势太严重。怎么就有一种医生问保大保小的窒息感呢？大夫，你先把里面这个弄醒。
你爹应该是知道家里银子在哪放着的吧？爹爹知道，钱都在爹爹手里。死男人！很快，在郎中的妙手下，混混沌沌的白天醒了。他抬眸看着破房子顶，双目无神，回想着他方才做的那个荒唐的梦，穿越了。他梦到一个废物男人悲惨的一生。废物男人也叫白天，出生在一户农家，却从小不受爹娘的喜爱，总是被打被骂，逐渐养成懦弱的性格。白天在16岁那年，反抗了自家爹娘，给自己爹脑瓜子开了瓢，还没来得及高兴，享受到反抗带来的快感，就被白家男丁摁着揍了一顿，直接将他给赶了出来，再也不许回去。第2年，白天救了一个有点傻的姑娘，那姑娘的身上居然有着3两碎金子。白天也算是走了狗屎运，就在隔壁的聂瑶村成了亲，盖了房，生了3个儿子，日子也算是美满。但就在卷卷出生前半年，天大旱，庄稼黄了，傻媳妇儿脑子有时变好了，偶尔想跑了。窝囊男人在外面赌博输光了家底，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却突然发现在幼子和媳妇儿身上可以享受到权力和掌控感。于是窝囊男人逐渐开始不要脸，开始打妻儿，开始成为一个赖皮。小闺女面对的只有窝囊的爹、抑郁的娘、浪荡的哥，还有那狗屎一样破碎的生活。于是小小的孩子直接天崩开局。3岁开始就操持被迫照顾全家，背着比自己还高的背篓去捡野菜，踩着小板凳才能够够到锅灶，切伤过无数次的手，手背上是被野草和烫水伤过的痕迹。什么垃圾男人，真的很没品哎！卷卷骤然听到爹生气的声音，身子忍不住抖了一下，是被打怕了的本能反应。钱呢？家里的钱在哪里？你还记不记得？里屋蟹库裆上的小口袋里。咦，恶心男人！什么藏钱的地方啊？藏内裤兜里。这藏钱的地方绝了，不硌得慌吗？有点恶心，但确实有点让人还想听。哎，这一家子挺奇葩的。白天已经麻木地接受了自己穿越的现实，他看都没看那3个混蛋儿子，直接看向了全家最破碎的小女儿。哎呀，看看这小可怜，瘦了吧唧的，这么听话的孩子，这窝囊蛋以前怎么下得去手的？卷卷，来。爹爹。被打怕了的孩子，乖巧已经成了习惯。白天抬手想要摸一下孩子的头发，营造一下父慈子孝的温馨场面。结果卷卷见他抬手，身子瑟缩了一下，小幅度的想要躲开，可硬生生止住了。只是周身害怕的气息却更浓，身子都忍不住有些发抖。爹爹打人是不能躲的，不然会被打得更惨。不是，我就是想摸摸闺女的头发，就这么难吗？他娘的混蛋窝囊男人！摸不到乖乖小女儿了，这么好的孩子，刚毕业的清澈小白总被拒绝了，伤心。所以爹爹不是想要打他，而是想摸摸他。好陌生的话呀。哼，这就是你说的钱？不是，我哪知道，原主干的又不是我刚来。原主？他听爹娘提到过好多次了，所以原主到底是什么？这老头还在那吃瓜，吃得明白吗？你个老头！媳妇儿，钱不够了是不是？不用管我，你给孩子们看就行了。反正我是穿越来的，主角光环在，应该死不了的。真的有那么厉害吗？死不了的。于是便宜爹娘2人一致决定先救伤势最重快要死了的郝大儿。而就在郎中刚给郝大儿行针之时，意外突发，躺在床上的狗蛋陡然握住了郎中的手，用力之大令大夫都变了面色。松手，快松手！放手啊！意识还有些模糊，几乎是下意识反应握住老郎中手腕的白云起一脸的问号，看着眼前苍老的老者，还有那2个年轻的男女，都是他没见过的。这是我的手还在，没被雷劈死。再次猛然听到大哥说话的卷卷已经麻木了，甚至孩子都觉得接下来2哥和3哥醒了，是不是也能不张嘴说话？白云起只觉得脑子一痛，脑海中一股陌生的记忆涌入脑海，握着大夫的手自然就松开了，几乎是一瞬间就明白他这是借尸还魂了。所以我不仅没有飞升成功，还来到了一个没有灵力、没有灵根、不能修炼的世界。
白云起一气之下又晕了过去。郎中，这孩子怎么又晕了？郎中，快救救孩子！大哥说的每一个字拆开，他都听得懂，为什么合在一起，他就听不懂了呢？卷卷一个人茫然地看着忙前忙后的爹娘，还有床上排着躺在一起的兄长们，只觉得这可能是一场梦。白云起更觉得这是一场梦，谁能想他堂堂修仙界万千女修士的梦，偏偏公子白云起居然会因为飞升不成被雷劈死。可怕的是他活了，魂魄来到了一个没有修仙没有灵力的世界，附着在了一个只有8岁的小孩身上，而且这小孩的名字居然叫狗蛋。便宜的大儿子今年8岁，叫狗蛋。便宜的2儿子和3儿子是双胞胎，今年都是6岁，一个叫大毛，一个叫二毛。便宜的小女儿今年4岁，叫卷卷。白天只觉得抽象，甚至刚开始叫还有点叫不出口，但是当他叫出第一声后，就完全放开了。蛋儿，狗蛋。卷卷，你先去外面玩好不好？见到小孩子出去，江蛋回头看向便宜老公，面上的温柔荡然无存，变得很平静。他看到了，变脸，是传说中的女人的变脸。他敢肯定，江蛋变了。你恢复记忆了？以前的好像是恢复了，但关于这个家的记忆，我全记不得了。果然如此，我就说嘛。不然呢？还能是穿越？哈哈，笑了。小说里的主角有一个就够了。很明显，他小白总就是这个大难不死穿越到古代的主角呀。全家出事儿却没有死成，估计也是因为他这个福星的到来。不记得了也好。本来也不是多好的事儿。我以前是混蛋了一些，但从今天开始，我定然会让咱们家过上好日子。方才家里没钱，我找隔壁王大娘家借的钱，将家里的3只母鸡都抵出去了。家里有没有吃的呀？我不太会做饭。我来。以前家里让卷卷这个小孩做饭，他现在这么个大男人来了，还能让孩子做饭？哇，好黑的烟啊！卷卷，那好像是……王大锤还没有说完，就见身边卷卷妹妹拔腿就跑了。等等我！完了，真尴尬。谁能想到做个饭这么难啊？就算是我知道整个流程该怎么操作，但这手就是不会啊。爹爹在自己做饭。爹已经醒悟了，爹要成为咱们家的顶梁柱。卷卷还太小，做饭太辛苦了。卷卷看了一眼还在冒烟的小厨房，其实他收拾被烟熏了的厨房会更累呀。这是意外，爹这不是好久没做饭了吗？生疏了。那爹马上去收拾，卷卷等着就行。怎么办？为什么在古代做饭这么难啊？我好怀念预制菜和外卖啊！小白我在家也就只会煎个蛋，煮个泡面，最多会个西红柿炒蛋。我好怀念燃气灶、微波炉，还有电磁炉啊！谁能帮我生火呀？爹，我来吧。好。看着小孩熟练的将火升起后，白天再次觉得原主不是个人呐。卷卷真棒，真厉害啊！爹爹，我做饭吧。这神态怀疑我的厨艺。卷卷有点不安的低下头，他怕爹爹把一家子毒死。算了，万一我做不熟有毒呢？晚饭极为简单，挑着几根野菜的纯菜汤，还有几个长得不怎么好看的饼子。卷卷习惯地坐到桌角角旁。卷卷，来坐这儿。小孩当然是要坐在爹娘中间的嘛。这么乖的孩子，放到现代，那可是多少人羡慕不来的。来，卷卷吃，卷卷做的饭第一个吃。没事儿，不就是穿了吗？大概按照种田文的套路，5桶当妈，致富发家。我总算明白为什么穿越者总要说一句既来之则安之是为什么了。这也是没办法了，只能说一句既来之则安之来安慰自己了呗。这饼子是真的拉嗓子。家里太穷了，这怎么发家致富是个问题啊。没钱，床上还躺个3个半大小子，这搁现代谁敢要仨儿子呀？
一般来说都是晚上发烧厉害，也不知道这3个孩子能不能挺过去。2个刚穿越过来的人疯狂在内心推理、吐槽安排，全然没有注意旁边的小卷卷头都要扎到碗里去了。卷卷听着爹娘说的话，独自努力地消化着。他努力绷紧着神经，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思索，不能将爹娘身上的变化说出去。不管怎么样，爹娘不一样了，他喜欢现在的爹娘。吃完饭收拾好了，这3个孩子怎么还没有醒啊？不知道。狗蛋儿、大毛、二毛。迷迷糊糊中，白云奇好像听到又有人在叫他狗蛋，于是他又想起了自己不愿意面对的事实。醒了，狗蛋儿醒了。狗蛋儿，你终于醒了。别喊狗蛋儿了，狗蛋儿狗蛋儿，就不能起个好听风雅的名字吗？大哥，不能让人发现，狗蛋儿已经死了，身体里已经换了个人，不然我也可能会有危险。不能崩人设，借尸还魂，最忌讳被旁人发现。所以，云奇，顶住，不能让人发现你不是原来的狗蛋儿了。爹，我疼，我要吃鸡蛋，咱家的母鸡呢？炖了。哎，怎么这么恶心？为什么要让我借尸还魂在一个8岁破孩子身上啊？哎，不是，这怎么回事？怎么这样看着我？我明明是按照狗蛋儿的性子来演的呀。没错，这就是大儿子，这样的熊孩子8岁了，穷人家的太子爷好想给他一巴掌啊，太气人了。虽然记里大儿子就是这样，可真的还是太烦了，太熊孩子了。不管了，肯定是我没有发挥好，我再努力吧。你还不滚去给老子做饭！卷卷身子一个哆嗦，下意识的就想要去转身给大哥做饭。不管了，我忍不了了，一个小屁孩。白天巴掌起飞，快准狠的落在了大儿子的背上。白云起当然察觉到了白天的动作，可他努力克制住了自己想要防御的动作，硬生生的挨了那么一巴掌。狗蛋儿，你有种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看看这个家里什么样子，你还吃鸡蛋吃母鸡，你别以为你是长子就可以为所欲为。来，卷卷不怕，来娘身边。不是，这爹疯了，以前整个家里不就有他混蛋吗？喝酒打人把家底输光，现在是怎么好意思正气凛然地说出这番话的？爹经此一遭，决定痛改前非，以后好好过日子。人设不能崩，逢人就要说自己要改变了。知错能改，就还有救。果然还是要靠我这个穿越者影响全家。白云起则是不可置信的上下打量着自己这个爹，这样突兀的变化，这爹好啊，这爹可太好了，台阶都给好了，他可不愿意继续当狗蛋这样的烦人孩子了。于是几人就见到大儿子忽然就哭了。爹，我错了，我以后不敢了。等等，我这一番话这么厉害啊，应该是刚才那一巴掌。果然我爸之前说的对啊，小男孩就得打，耐打啊，输他了，这个结果很满意。应该可以了吧，我这个台阶顺势走下来应该不突兀的啊，以后终于不用像刚才那样装狗蛋了，我可以继续做我自己了。卷卷的脑子都快转冒烟了，俗称 CPU 都快炸了，努力分析着他们悄悄说的话。这个世界真的没有丧尸，这系统真的没有骗我，拯救人类后真的会来到一个没有丧尸的世界啊。三哥的声音如约而至，在耳边响起。卷卷第一个反应就是看着三哥的嘴，很好，没有动。三哥醒了，卷卷提醒着爹娘，然后努力去想着三哥方才说的话，但他表示单个拎出来他都听得懂，可是拼在一起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什么洗桶、桑葚、蒸饺的那什么呀？二毛，你醒了？有没有哪里疼啊？这小老三睁眼了，怎么还是呆呆的？二毛，你还记得我是谁吗？啊，记忆中三儿子本来就有点呆呆的，别摔一下更呆了。这就是我的新家人，居然会来到这样的孤单。不过没关系，这里什么都是纯天然的。等一会儿没人了，
我就去瞧一瞧系统答应给我的空间。毛儿，这是几啊？毛，快说快说！被质疑智力的顶级末世异能强者云安郁闷了。1，他醒了。哎，大毛也醒了。这种感觉像极了拆盲盒的感觉。嘿嘿，希望这个仔仔也是个乖仔。只剩下二哥了，那二哥也应该会不张嘴说悄悄话吧？卷卷希望二哥哥也变一变。头疼。大毛是真的头疼，不仅是头疼，心脏处更是一阵阵的刺痛。那是敌国军队方向射来的弩箭所导致。他为了护住刚来战场1年的幼弟，硬生生用自己的身体扛住了这一道弩箭。而头疼则是因为一股子陌生的记忆涌入脑海。所以我是死了，死在了敌国人的暗箭之下，但又活了。或者是画本子里的借尸还魂，我可能还在大越国内，也就是我还能回家，回将军府。将军府的12公子乳名就是叫做大毛，怪不得当年的术士说大毛这个名字必须要用到弱冠之年，看来正是因为我乳名叫做大毛，才会因此重生到这位大毛身上。所以按照他刚才听到的悄悄话，现在的二哥是将军府的人。二哥哥好生厉害呀！呼噜一声，肚子的觅食声响起。饿了，爹去给你们做饭。卷卷，走，爹陪着你去厨房，你看着爹做饭。好。没过多久，3碗野菜汤，3个胡不拉几野菜饼子就端到了狗蛋3人面前。吃吧。本尊已经辟谷好久了，再吃到人间乡下的菜，确实没什么食欲。是熟悉的苋菜饼子，应该还在大越国内。这2人几乎没有思索太久，就果断地拿起了饼子吃了起来。一个是修仙之人，早就没有什么食欲了；一个是战场厮杀的将军府少爷，这野菜饼子他又怎么嫌弃呢？至于真正嫌弃的人，是曾经在末世拥有空间、时间和雷系3系异能的老三。这些东西我在末世都没有吃过，受过这种委屈。野菜饼子看着吃起来就拉嗓子，不好吃。卷卷看着那一份没有被动的野菜汤和野菜饼子，其实他觉得这些挺好吃的。三哥不吃，你吃不吃？卷卷这才发现二哥已经将饼子吃完，此时正打算替三哥吃。卷卷的视线落在三哥的肚子上，下一瞬就见三哥拿起了饼子，恶狠狠地咬了一口。是。农村的夜晚是安静的，狗都睡了，卷卷却睡不着。他的耳边吵吵闹闹的，全是爹娘和哥哥们的说话声，此起彼伏，没完没了，忽大忽小。真的没有系统吗？我睡不着，我好想刷抖音啊！抖音？何大为什么要刷？让我想想，这日子该怎么好好提升一下质量。完了，数理化都不太会，大学上4年，古诗也快忘得七七八八了，人前装逼都不行了。数理花？那是什么花呀？装逼又是什么？啊，真的没有灵力吗？我呼风唤雨、御剑飞行的日子呀！呼风唤雨？大哥是神仙吗？也不知道这里距离京城有多远，这副样子回去以后应该会吓到爹娘吧。京城？好远的地方。行，系统，你给老子滚出来！这就是你说好的空间。是，地方是不小，但为什么全是灰啊？还要解锁？老子现在的权限也就只能解锁一块压缩饼干。娟娟打着哈欠，耳中三哥哥的声音就像是做饭的烟，慢慢的飘远了。娟娟很快就睡着了，大家也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第二天睁开眼睛看到破旧陌生的房顶时有些恍惚。江代下意识的伸手去枕边捞手机，恰巧碰到同样本能去捞手机的白天的手。那一瞬间，夫妻2人同时收回手，装作若无其事。尴尬了，忘记了我已经穿了，这古代哪来的手机啊？手机？还手机呢？纯属做梦呢。爹娘，饭好啦！
在他们睡觉没有起来的时候，孩子已经动作熟练的将饭做好了，只是不知道爹娘刚才嘴里说的手鸡是什么鸡。一家人起来，看着桌子上熟悉的野菜汤和有点灰扑扑的饼子，江代和白天只觉得没有什么食欲。我想麻辣烫、KFC、大包子了。人家穿越不是王公贵族就是嫡出小姐的。唉，可能我拿的是种田本，但我一个演员，我又不会种地，我拿个种田本干嘛呀？再也不说三食堂的饼难吃了，我想吃食堂了。忽然感觉其实不用从草根出身，一步步走到人上人的位置，直接坐上去就挺好的。卷卷啃着饼子，看着表面淡定内心咆哮的爹娘。他们家还欠着大锤哥哥家好多铜板呢。爹娘，你们不吃吗？这一幕有点眼熟。吃2口吧，不能只靠一天一小块的压缩饼干过日子。今天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该怎么解锁空间里的权限，最起码不能一直吃着野菜饼子。一家人吃完了早餐。娘，咱们家的鸡还在大锤家。忘了，这个家里不仅要吃野菜，没有钱，还因为昨天看病借了别人家的钱。卷卷眨眨眼，娘知道了就行。小小的孩子背起了脚边的背篓。娘，我去薅野菜了。我也去。卷卷回头就看到三哥哥面上扬起一抹单纯的笑，朝着他一瘸一拐地走来，还帮他背起了背篓。这明明是在帮卷卷，可是卷卷的背后却陡然升起了一阵冷意，因为真的是该死！解锁空间权限的办法居然是攻略眼前这个小孩子。哼，我的好感和信任值。而且要命的是，若是不好好干，还要用命来抵扣。什么垃圾系统啊！老子在经历过末世的残酷后，我这个自私惜命的人，为什么愿意去自爆？不就是为了能来一个安逸养老的地方吗？没有异能，但有空间，安安静静的躺平，享受没有丧失的美好生活。结果我又取得一个小孩子的好感值。听不太懂三哥哥在说什么，但是他能感受到三哥哥神情透露出来的怨气，好像是要取他的什么好胆。往前走了2步，卷卷始终觉得没有安全感。本来大大的背篓背在背后能给他许多安全感，可是现在后背没有了背篓的保护，还多了一道让他根本忽视不了的目光。3，孩子开口转身，试图向身后的三哥要回自己的小背篓，然后就对上了一张笑容灿烂的脸。小家伙身子忍不住抖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三哥面上的笑容很假，就像是将一个人的笑安在了另一个人脸上，而且还带着些村里刘婶算计人的感觉。我这个笑容应当是最招人喜欢的。想当年我就是靠着这个人畜无害的笑容捅死了一个又一个的人渣。末世那些人精不能被这样的笑容给迷惑，别说一个单纯的4岁小孩了。有意思。卷卷忍不住往后微微退了一步。捅死人，要防备，要警惕。系统好感值查询。袁安对于攻略眼前的小姑娘没有觉得有什么难度，一个4岁的小孩子，她手拿把掐的。下一秒，袁安就愣在了原地，看着半空虚拟出现的大红数字，好感值-36，比原先的-30还多了6。我笑得这么好，这孩子怎么一副见了丧尸的模样？不是，这好感怎么不升反降啊？本来都是负数了，还直线往下降啊？想杀人，心情是真的不好。看着直线往下飙落的好感值，袁安整个人的情绪都不好了。于是卷卷就见到三哥面上的笑容逐渐有些狰狞。三哥想杀人，杀人！卷卷咽了一下口水，往后倒退2步，也不要背篓了，只想要拔腿就跑。卷卷妹妹，王大锤蹦跶出来，很快就察觉到了卷卷的异样。白二毛，你干什么？你是不是又欺负卷卷妹妹了？白二毛，我跟你说，你别想欺负卷卷妹妹。卷卷妹妹走，我们一起走。
敢走？一个小胖子敢在我面前叫嚣，哼！一声冷笑让卷卷后背发麻，是一种不自觉就会令人害怕的感觉。呸！你还敢走？你以为你是谁啊？装模作样的，恶心！该死的小胖子！口水，太恶心了！云安往前走了一步，想要打大锤，在卷卷惊恐的目光下，胖乎乎的大锤一巴掌推倒了瘦巴巴、目前还一瘸一拐的云安。就你，大我1岁又怎么了？再欺负卷卷妹妹，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卷卷看着沉默不作声，只是低头傻傻看着地面的三哥，赶紧拉着大锤跑了。云安一个人跌坐在地上，他脑子一片空白，脑海中只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幕。他被一个平平无奇的只有5岁的古代小胖子推倒了，要攻略的自家亲妹妹还被人抢走了。他云安，一个在吃人的末世都能叱咤风云的大佬，居然被一个5岁啥也不是的小胖给推倒了。这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面前的虚空中那串只有他才能看到的黑金色字体浮现，好感值-44。卷卷，你三哥疯了？可能吧。他确实也不知道家里人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卷卷，你的背篓呢？在三哥那里。卷卷，跑吧，咱们不受这罪了。你看，你爹娘是你的累赘，你在家里只有干活，你都不知道村里的那些大人都说什么。每次他们家里小孩闹腾，他们都说看你多享福了，换成卷卷家的爹娘你就老实了。你别急呀，等我长大些了就自己出去好不好？现在我才4岁，还太小了，外面有拐子，还有人要抓小女孩去做童养媳，我在家里起码还能有一个自己的家。你不知道吗？我也是才从小杨嘴里知道的，你大哥前不久说漏嘴了，说要把你卖出去换银子呢，所以我说你才跑吧，跑去镇里吧，哪怕是给我小叔做饭打扫卫生，那最起码我小叔他不会打你呀，还能教你读书识字呢。卷卷愣在了原地，这个他是真不知道，他爹居然要把他给卖了。卖了他的那些钱能做什么？继续喝酒赌钱，说不伤心那是假的。哪个孩子在听到家人要把自己卖了换银子会开心的？可我爹娘他们变了，不和以前一样了，我觉得他们不会卖我。爹娘除了常说一些他听不懂的话之外，对他是很好的，他能感受到爹娘身上散发的善意，还有爹娘说的悄悄话都是欢快令人亲切的，不像三哥令人害怕。卷卷，卷卷头皮一麻，转头就见到了扛着背篓一瘸一拐笑着朝他这边走来的三哥。拿来吧你！被抢走背篓还被推了一把，身子有些踉跄的云安。该死的小胖子，等老子养好身体，第一个搞死的就是你！行了，你给我出来，好好解释一下，我的异能和体能都跑哪里去了？换空间了？一个需要攻略人解锁权限的空间，有个屁用啊！给我异能，我立马吃香喝辣。谁不服气，我直接弄死谁！我先去挖野菜了，三哥可以先回家。卷卷就又拉着大锤跑了。等我腿好了，跑死你们！云安瘸着腿，努力追赶着前面的妹妹。卷卷，你三哥疯了，腿都瘸成这样了，还一直阴森森的跟着你。小点声，我们快走就好了。跑啊！我就不信不挖野菜了。哼，我有系统，还能找不到卷卷在哪儿？笑话！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还什么都没做，这好感值就蹭蹭往下掉，都他妈的快负66了！难道说这小孩有古怪？云安的目光上下打量着面前蹲着薅野菜的小家伙，小家伙薅野菜的手一顿，不对劲儿，肯定有哪里不对劲儿。哎呦，但又说不上来是哪里不对劲儿。听着三哥心中的话，卷卷脑子里思考着自己该怎么办，连手中的野菜都选错了。卷卷，这是草啊，好。这小家伙的反应有点反常啊，距离有点远，有点听不清楚。那个锤子在和卷卷说什么？
不行不行，我得靠近些。就在云安刚想完，起身想要朝卷卷靠近的时候，就见蹲着薅野菜的卷卷突然站起身，打算换地方。云安倒也没有多想，只当这是巧合。哟，这是谁呀？是白无赖家的孩子呀！卷卷抿唇没有说什么，全当听不到，转身要走。哎，大锤哥哥，你别和他玩，他家一家子都有病，他也有病。对了，我们这里有镇上的糕点，大锤哥哥你要吃吗？说着，花妞就显摆似的从兜里掏出一块包裹着的精致糕点。这么小的孩子还会为逼利诱这一招了。来吧，正好这个时候我可以出手帮助卷卷，嘿，这样就能刷好感知了。苦肉计，救人于危难之中，这是获得好感、拉近关系的最好办法了。嘿嘿嘿。三哥是要救我？不是，怎么忽然就看过来了？他脸还没有变好，没有变成阳光单纯的样子呢。但是下一秒，他就见到虚空上漂浮着的小红数字从-66变成了-65。什么？这好感度升了。所以卷卷不喜欢我那阳光单纯的样子，而是喜欢我现在这个原本的样子。旺财，咬他去！5个多月大的狗直接朝着卷卷扑来，大锤却一动不动，看傻子一样看着花妞。不对劲儿，若是按照刚才，这个锤子一定会护着卷卷，可现在他却一副看笑话的样子。聪明的卷卷一下就明白三哥很聪明，下一秒就见扑过来的旺财围着卷卷转圈，一副狗腿子模样的蹭着讨好着卷卷。谁看不出来旺财那是喜欢卷卷呀？旺财，我回来！旺财看着主人的召唤，本能的跑了回去，但重重的挨了一脚踹。半大的小狗疼得滋悠乱叫，弓着身子蜷缩着尾巴跑到了卷卷身后。丢人的狗，回来揍死你！花妞气不过，抬手就要推卷卷。大锤吃得白白胖胖，可不是摆设，他立刻就挡在卷卷身前，反手用力推了回去。花妞摔了个大屁股墩。花妞也是个不吃亏的主，自己爬起来就要去打卷卷，但奈何大锤挡着。花妞和大锤倒是打了起来。身后和花妞一起来的表哥一看这能行，花妞的表哥立刻也冲了上来帮花妞。大锤都上了，卷卷还能站着？反正拉不了架了，卷卷一咬牙也开始打了。身后跟着花妞一起来的剩下小孩也加入了混战。不是，就这么水灵灵的打起来了？系统，给我个权限，给我把刀就行。云安表示，虽然他目前身体有些残疾，力气小，没有异能，很废物，但是现在能有一把小刀，他就能凭借着之前杀人的技巧处理掉这些小孩。正在混战中的卷卷还抽空看了三哥一眼，他害怕三哥真的拿刀子捅人，若是杀人了，三哥可是要被关衙门的，不值得，不值得。操，不能改，我服了。卷卷紧绷的神经一下松了几分，那就好。云安却不觉得好，他看了一眼瘸着的腿，这个时候若是回去叫救兵，不行，他的腿跑得太慢。云安一把将瘦弱的卷卷从人群中扒拉出来，去叫路边的大人。卷卷没有丝毫停顿，拔腿就跑。白家江代在小破院里转悠，仔细研究自家这个天崩开局的小地图和物资，然后他就发现这个家格外的穷。白天一个人坐在小院的板凳上，试图想着家里6口人的未来。家里的地去年就被原主给卖了，现在家里真的要揭不开锅了。其实啊，这地留着他也不一定能种好，让他好好想想发家致富的路子。白云起站在房门口，看着不断翻找着东西的娘，还有那个坐着发呆时不时叹气的爹，忽然就觉得有些迷茫。这所谓的爹娘和记忆里的差距有些大呀。白云起也叹了口气，他还是感觉不到任何灵气的存在。你还难受吗？还好。大毛实际上并不好，可能是死的时候太过痛了，他现在还能感受到胸口心脏处传来的疼痛。他在整理着自己脑海中混乱的记忆，顺便思考着未来该怎么样做。其实他现在就是想要快些回到京城，回到将军府，告诉家里人他其实没有死，他还活着。可是这里距离京城还不知道有多远，而且就现在这副6岁小孩的身体，他怕是短时间内去不了京城了。
喂，你家卷卷跟二毛打架了。你说什么？我说啥？你家卷卷和二毛打架了，就在地头，挨着娟婶家地儿那儿。小孩说完，就麻利儿的去找隔壁的王家了。婶儿，大锤为了卷卷打架啦！然后就听到王家那边叮铃咣啷一阵收拾，大锤娘和王大娘拎着擀面杖，健步如飞的跟着小孩朝地头跑去。怎么了？卷卷二毛和别人打架了。白天立刻朝门外走去，他步伐着急，却见到有一道身影比他更快，是江代。我也出去看看，你自己躺着行吗？我也去。你说你们几个才多大就学会打架了？哎呀，小孩子家的，有多大仇多大怨呀！花妞儿，不是婶子说你，你看看你把他们两个打成什么样子了？你一个小姑娘，咋就那么虎呢？娟婶儿是最先来劝架的，她看得真切，是花妞他们4个把白家二毛和大锤摁在地上打。现在好了，大锤都被打破相了，那白家二毛直接被揍得昏死了过去。白家的卷卷正守在二毛身边，担心他哥哥，担心的浑身都发抖了。二毛据说是昨天从牛车上摔下来，腿都是瘸的，身上本就有伤，现在直接晕了。卷卷别怕，一会儿我娘和我奶就来了。大锤面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可还像是一个小虎犊子护在卷卷的身边。他甚至都没有说一会儿你爹娘来了。大锤很清楚，卷卷的爹娘有个屁用啊，来还不如不来呢。卷卷看着昏倒在地上的三哥，心中可慌了。他害怕三哥死了，害怕三哥再次睁开眼又变回之前的三哥，害怕三哥再醒来身体中的又换了人。好感值果然上升了，负50了。哟，这苦肉计果然是好用的。我就说嘛，一个小孩子还不好攻略。哼，这好感的提升也不是那么难嘛。所以三哥是装晕的。卷卷低着头微微思索，难道说他想错了？三哥并不是想要害他，而是想要……王大锤！奶奶，他们打我和卷卷妹妹，我和卷卷妹妹也不傻，知道打不过，所以根本就没想打架。是花妞他们不让我们走，堵着我们就开始打了。奶奶，锤锤可疼了。他的个乖孙儿啊！王大娘心疼地看了一眼王大锤，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就听到不远处同样传来一声呼唤：“花妞儿，锤子，机灵点。”哎呀，我的大锤呀！王新家的，你看看，你家花妞把我们大锤打成什么样子了？你看看！王大娘哭喊着，就将王大锤一把拽过来，指着王大锤的脸还有胳膊上的伤，就开始一边嚎着，一边指着花妞的娘骂着。花妞娘也不是个软性子，她同样将花妞拎过来，指着花妞的脸：“你看看我们花妞。”话刚落，他就见到自家闺女脸上干干净净，就是沾了点灰，一点伤都没有。花妞娘立刻话锋一转：“你看看他们。”然后他就见到花妞身后的3个孩子脸上也没什么伤。周围看热闹的婶子们乐了：“哎呦，你们咋个回事啊？还怎么了？你家花妞仗着人多就打我家大锤了呗？你看看，把我们大锤打成什么样了？”我们是在打他们2个，是王大锤自己要穿回进来的。他花妞明明要打的是卷卷，这可不能怪我们家花妞，就是大锤自己非要掺和进来的。大锤自己不管这事不就好了吗？就是，我和卷卷打架，大锤自己非要来管闲事的，谁让你们听？大锤刚想要说话，却被自己娘捂住了嘴。大锤娘低头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小卷卷，她不喜欢这个孩子。他知道卷卷这个孩子确实不错，可架不住卷卷家其他人混账啊，总是拿着卷卷救过大锤一命来道德绑架他们家。渐渐的，那救命之恩也被这烦人的白家人给消耗完了。大锤娘，下午我10几个鸡蛋去看看大锤，这事也算是过了。娘，这事就这样吧。王大娘心中叹了口气，看着主动示好的花妞娘，又看了一眼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白家二毛，还有跪在地上的卷卷。说实话，剩下的是白家和花妞家的事情了，他们家已经摘了出来。但想着卷卷这孩子私底下找他替他爹娘道歉的样子，他又有些矛盾。卷卷是个好孩子，可他家里人却混蛋难缠。王大娘犹豫着，花妞却像是个斗赢的公鸡，仰着头对着卷卷做着鬼脸，炫耀着自己的胜利。
真脏，一家子烂蛋，丢咱们念桃村的脸。花妞儿，走，跟娘回去，好好用皂角洗洗手。哼，打这种人真是脏手。还有他那哥哥，一看就是装的，一家子祸害，别来讹人。卷卷听着这话，只是小手握紧，却没有说什么。他习惯了，不敢打架，不敢顶嘴。他没有家里人护着，甚至还会因为在外面惹了麻烦，回家继续挨骂。他确实年纪小，但也知道挨过一次爹的巴掌后，疼的感觉那就是记性。你们最好也别管，小心惹得一身骚。别忘了白家老三是怎么讹人的。花妞娘说完，转身就要走。花妞娘，我记住了，看我以后不弄死你。哎，这原主的爹娘呢？怎么还没来？这么不靠谱的吗？你站住！谁让你走了？这道呵斥声是同村里的女人不太一样的，清脆好听，听着就让人感觉高级。这身体是真的虚啊！瞅瞅人家王大娘跑得蹭蹭的。那躺地上的是我家二毛。哎呦，我家小卷卷想哭却忍着的模样，真的让人心疼啊！娘，小小的孩子哭起来也不喊不闹，只是看着娘亲，豆大的泪珠像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啪嗒啪嗒的掉着，哭起来可好看了。哭了？小孩子就是爱哭。哎，这是卷卷娘？我就说以前卷卷娘好看，你们不信。这卷卷娘跟以前不一样了。花妞娘看着样貌姣好的江代，面上的厌恶更浓了，继续往回走。她凭什么听那女人的？停下来。江代看着已经委屈哭的小女儿，看着昏倒在地上的三儿子，再看那是耳聋的花妞娘，心中只有一股子怒火升腾起来。他也不装了，反正别人问起来，就说自己摔大脑子，又他妈不傻了。让你站住！你耳朵聋啊！哎呦！江代眼眸微眯，快走几步来到花妞娘的身后，抬手一揪，稳稳抓住了花妞娘的发髻。花妞娘惊呼一声，没有想到江代居然会直接动手。各位吃瓜人再一次惊呼。随后赶来的白天倒吸一口冷气，看着自家温婉的媳妇儿，哼！卷卷直接被吓到了打嗝。躺在地上的云安悄咪咪睁开了眼睛，然后在心中低啧了一声。江代却不管那些，本来他心情就不太好，从可以躺平的现代来到这条件艰苦的古代，开局天崩，正郁闷着呢，结果现在还有人欺负到他头上来了。哼，心里正窝着一肚子火呢，来让我开启第一场战斗吧！花妞娘下意识地伸手去推江代，却没有想到江代居然预判了他的动作，先倒了下去。赶来的白天一把扶住了他倒地的媳妇儿。你干什么？后面刚跟来的白云起和大毛就看到自己的娘亲被外人推倒。这娘有点意思。江代也没有想到便宜老公能这么给力。老娘演那么多宫斗剧伦理剧可不是白演的，打人虽然爽，但有时候明面上坑人，暗地里打人，双管齐下才是最爽的。卷卷应该不会主动惹事儿，而且二毛都快晕了，我这没理也要给弄成有理了。听不懂，但感觉有点厉害。夫君，你别管我，你快去看看卷卷和二毛。卷卷和二毛那么可怜，二毛也不知道还活没活着。躺在一边偷偷睁开眼睛开始吃瓜却被点名的云安又只能连忙闭上眼装死。他都要把二毛给打死了，咱家可怜的二毛，圣子们救救我们家二毛吧！要是我家二毛有个好歹。花妞娘，你看这二毛确实还晕着呢啊！人家大人都来了，你这就是别闹出人命了呀！不许走！你要做什么？白天在这村子里那可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喝酒赌钱还打孩子打媳妇儿，但凡眼前是个寻常男人，花妞娘也不怕。男人打女人他就敢撒泼，可眼前这是个混蛋呐，他怕他刚开始撒泼就被人摁在地上揍了。去给卷卷道歉。这局面，这便宜老公也不能轻易动手打人，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钱，家里面这还没有钱，揭不开锅。二毛和卷卷也不能白白挨揍吧？爹，他把三哥打晕了，要赔钱，咱家没钱看病了。卷卷这孩子太棒了，不愧是母女，有默契。
就看卷卷他爹能不能给力些了。是啊，这个时候要先讹钱，家里要先有钱才行。花蔫娘啊，这算是摊上事儿了。哎呀！花蔫娘下意识的就用出了村妇们吵架常用的招式。来了来了，熟悉的哎呦，哼。哎呦，这日子没法过了。二毛要是看不好病，养不好伤，我白天也不要命了。你小心哪天我喝多了，拎着柴刀把你家都砍了。老子刚打算不喝酒了，媳妇儿也不傻了，现在都被你家孩子给毁了。白家老三，你冷静些，别冲动。哎，我说花妮娘啊，这事儿确实是你家不对，人家二毛还晕着呢，这万一要是有个好歹。花蔫娘，这家不好惹，花点钱别沾染上大麻烦了。卷卷爹这也不行啊，还是要我出手才行。各位婶子、嫂子、大娘，我们家这是真的没法过了。二毛也是个可怜的孩子，他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哼，要知道，一个好的演员，台词是最基本的。眼泪什么时候该掉，怎么爆发出来，也拿捏得稳稳的。系统，快，人造血浆来点，一口就行。算是借我的，好感很快就能刷上去了。接到了血浆的云安直接猛地咳嗽了2声，然后在众人的注视下，很牛逼的吐出了一口血，极为的骇人夸张。然后6岁瘦小的男孩像是要将肺腑咳嗽出来。周围的吃瓜群众彻底呆了，花蔫娘已经目瞪口呆，花蔫呢则是已经给吓懵了。二毛，江代是真的被吓到了。卷卷不怕啊！江代也不敢动吐血的3儿子，谁知道是不是内伤？这万一动了一下更严重了怎么办？只是江代看着地上的血，怎么看怎么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熟悉，但很快他就没有多想，自己打消了这个念头。笑话，这里怎么有血浆呢？自己的脑洞真的有点太大了。娘再让周围的人去小郎中。系统，谢了。唉，也不能将一切都寄托在卷卷的身上。现在家里穷，我是真的不想吃野菜饼子了，我要吃鸡蛋。哎呀，这么一吐血，按照刚才爹娘的性子，应该会讹不少钱，这到时候家里就能买吃的了。而且我都吐血了，受这么严重的伤，这家里肯定会先把好吃的给我吧。哎呀，太聪明了！系统，查看卷卷好感。卷卷心中极为复杂，他好像听得懂，但又听不懂三哥在说什么，只是知道三哥现在没事儿，其实啊是装的。但是三哥那一口血怎么来的？忽然，卷卷的身子一个机灵，不是，这一会儿-22，一会儿0，一会儿又-36，是什么玩意啊？卷卷低头看向三哥，小脑袋微微歪着，试图去理解三哥，但孩子发现真的理解不了啊。三哥好生奇怪。我现在真的想要掰开那个小孩子的脑子，看看到底在想什么。这好感生就生，静就静，一生一静，搁这玩呢。啊，不用怕，哥哥在。唉，应该是被吓到了，爹娘没有空管卷卷，还得我这个外人迷来。唉，还有这个二弟，自从醒了之后就一直沉默，莫不是也给砸傻了？不过眼前这几个人，就算是我没有灵力，若是重生在一个15、16岁身强体壮的少年身上，也不至于这么被动。郎中很快就被人请来了，随着郎中一同来的还有念桃村的李正和花蔫的爹。嚯！李正穿过人群，看到眼前这一幕，实在是惊呆了。这花蔫打的？李正，昨天二毛他们坐牛车摔下山了。话不能这么说，我家二毛昨日就好了，今日出门时还是活蹦乱跳的。若不是花蔫他们打人，我家二毛怎么会受这种罪？二毛说不定现在都已经回家了，我们一家人刚刚大难不死，准备好好过日子，现在却又要阴阳两隔，我也不活了。江代话音落下，就朝着一旁的树撞去。娘！卷卷焦急地喊着。白云起瞧着冲得挺快，但人往人堆里冲的娘就郁闷了。一直沉默的二哥大毛看着娘，只觉得这手段有点眼熟啊。上一次见还是爹同僚家小妾逼死正妻时。
天哪，白家媳妇儿！不许死，咱不许死！二毛还没死呢，没死呢！我操，这是真的牛逼啊！这是白天媳妇儿啊，说是把脑子给摔好了，跟正常人一样了，但记不起来念桃村之后的事儿了。白天家的，你别急，二毛啊，说不定没事儿。王喜啊，这事儿你们家赔白天家1两银子。王喜皱眉，1两银子，那可是不少钱呢。我们不要银子。不行，当家的给他，这可是个不要命的，1两银子给。哦，你不要银子？不要银子，我要他们把我儿子治好，花1个铜板治好，那就花1个铜板。要是10两银子才能治好，他们也要给我治。我白天只要我二毛健健康康，我不贪你们家的钱，我只要一个健康的二毛。花娘娘的面色却变了，这还不如给些银子和白家撇清关系呢。1两银子就算打发了，笑话。这便宜老公干得漂亮。怎么感觉这爹娘跟记忆里的不一样了？但感觉还和以前一样，有点无赖。太可怜了，待我回到将军府，定然多给这家一些银子。系统，把我慢一条虚点，别一会儿这老头说我啥事儿都没有。卷卷听着家里人的碎碎念，忽然就感觉好像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在江代紧张的注视下，郎中眉头微皱，嘴里似是很疑惑的嘶了一声，也不说话。周围吃瓜群众的心凉了，江代的心更凉了。不怕别的，就怕老中医皱眉不说话。这二毛不会真的要死了吧？不会的，不会的，我是穿越来的，都穿越了，按理来说家人都不会有事的。我家二毛怎么样了？娘亲，哥哥没事的。他不敢说自己能听到三哥说的悄悄话，但他此刻是真的想要安慰娘亲，三哥不会有事的。脉象虚弱，但有些怪异，老夫有些拿不准。会死吗？死倒不至于，但这脉象……江代松了口气，不死就行。他这治好要最少花多少银子？按照药方抓药，到痊愈也要2两银子，而且这期间也要营养跟上，吃点好的补补。那就3两银子，这事儿了了。王喜、白天，你们2个觉得怎么样？王喜还是有点不乐意。不用，他掏医药费，我们二毛一定要痊愈，营养补品也不能少。就3两银子，你爱要不要？还想要讹他们家？要是这二毛一直不好，他莫非还要一直花银子不成？江大还想要说什么，却感觉有一只手拽了拽自己的衣袖，他以为是卷卷。卷卷，等等。娘亲，不是我，是三哥哥。二毛，没事儿，娘在呢。娘，我没事儿。但就他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可不是没事儿的样子。就3两银子，不能多了，3两银子。王喜越说越生气，扭着花蔫的耳朵就走了。爹疼，娘！花蔫直接被吓哭了。外加他也知道家里因为他赔了3两银子，自责和恐慌让他害怕。来，爹背你回家。白天蹲下身，小心地将二毛背起来。李正，这银子劳烦您帮忙要一下了。慈祥和蔼的李正点头。白天这混小子真的是改邪归正了，挺好。村里又少了一个祸害。李正刚心满意足的想要笑出来，就听到白天那个混小子咬牙切齿。不然我怕我过去忍不住想要打死他们家。李正的笑容还未浮现嘴角，就已经夭折了。太阳当空照，白天一家往回走。白天背着吐血的二毛，江代则是牵着乖巧贴心的小闺女，在他们的后面跟着狗蛋和大毛，一家人就慢悠悠地往家走。娟娟忍不住前后看了看，一股难受的感觉骤然从心中涌现。这样一家人安静走在一起的场面，似乎从来没有在她记忆里出现过，这是第一次，但却不再是以前的爹娘和哥哥了。娟娟握紧了娘亲的手，仰头仔细看着娘亲。长得一样，可就从私心来说，她就是喜欢现在的这个娘亲。
卷卷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孩子。原来的爹娘和哥哥可能都已经死了，他不仅不难过，反而是喜欢现在的爹娘和哥哥。他不知道这样到底对不对，似乎对，但似乎也不对。卷卷，轻柔温和的声音响起，卷卷回神。卷卷，有什么事情可以和娘亲说的？江代看着眼前的小姑娘，瘦小、乖巧、能干，一双漂亮的眉眼，可却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带着2分抹不去的忧愁。小小年纪就有了几分不属于小孩的稳重。江代没有多想，弯腰直接将小姑娘抱了起来，或许是因为心疼吧。走，娘亲抱着我们卷卷走。江代抱起卷卷，也没有忘记身后的2个便宜儿子。你们2个要抱抱吗？不了。卷卷的身子刚被抱起来，还有点不适应，但渐渐的，他试着放松下身体，而后小心翼翼环住了娘亲的脖子，到最后彻底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靠在娘亲的颈窝。孩子静静的趴着，听着耳边的鸟鸣、爹娘走路的声音，还有家人说悄悄话的声音。笑话，我还要娘抱，想想就浑身发麻。我堂堂1000岁修士还要抱，笑死！爹娘确实和记忆中的不一样了。行，查看好感。负22，还行，这负数也能打开空间，只不过只能有1块压缩饼干或者2块生红薯。一会儿回家了，悄悄把红薯给扔院子里，让爹娘给烤烤。卷卷听着听着，就忍不住看向了前面庄园的三哥，只觉得家中最神奇的好像就是三哥了，全都是他听不太明白但感觉很厉害的话。所以当见到娘亲捧着2个东西开心的跑来，嘴里还嘟囔着卷卷生火，咱们烤红薯的时候，卷卷已经有了一点点的心理准备。这就是红薯？你不知道？卷卷抬头露出茫然，仿佛在说我该知道吗？不知道，第一次见。这红薯卷卷不知道，难道这里还没有人知道红薯能吃？要知道卷卷这孩子可是这里的土著，并且还常常做饭，他要是不知道，那我就说嘛，都穿越了，没有空间系统就算了，这气运上肯定要好很多的嘛。这不，红薯啊，香喷喷的烤山芋，妈妈，俺要吃烤山芋。这以前被我嫌弃的烂梗，在这里居然无人能懂了。娘，这到底是什么呀？这是红薯，娘以前那里也管它叫山芋，可以煮着吃、蒸着吃、烤着吃，很香很甜的。那能种吗？当然了，这东西应该很好种的，咱们晚上吃一个，剩下的一个种地里怎么样？卷卷真聪明，还能想到种山芋，鸡生蛋，蛋生鸡，生生不息。卷卷被夸得一脸茫然，娘好像是在夸他，但怎么就扯到鸡蛋了呢？还好穿越来之前，我去参加了一档种地综艺，刚好种过一茬红薯。虽说别的我不太会，但红薯和土豆本身就很好活。要不说嘛，要不我这不会医术、不会权谋，只会一点拳脚功夫的小明星，穿越过来真的是炮灰了。听完娘说了一大段话的卷卷，太长了，而且很多东西他都听不懂。但好像娘对这个什么红薯很熟悉，会种，那就行了。白天出来的时候，就见到自家媳妇儿在吭哧吭哧的刨坑。媳妇儿，我来，你休息会儿。白天撸起袖子开始刨地。好了，可以停了。这挖坑是要做什么？种一个好东西。红薯？你认得红薯？你知道这个？几乎那一刻，两人同时开口问着对方。刚将红薯焖进火里，出来想要收拾屋子的卷卷就郁闷了。他只是进去焖了个红薯，出来怎么爹娘都要吵翻天了？怎么可能？在原主的记忆里，根本就没有出现过红薯啊！卷卷娘是怎么知道的？难道这红薯已经在这里大面积种植了吗？不对啊，若是已经大面积种植了，卷卷不可能不知道的。红薯的产量虽然不如土豆变态，可也不算小的。短短的一瞬间，白天和江代心中就已经闪过不少的念头，甚至两个人之间的气氛都隐隐变得紧张了起来。我这以前见过，但……江代抬手捂住额头，清秀精致的面上露出痛苦之色。我想不太起来了。白天瞅着媳妇儿痛苦的神色，也没有继续问。那咱就不想了，没事儿。这玩意儿确实是个好东西，
而且我也只是听以前一个云游的和尚说过，咱们这里没有，说是叫红薯。看来媳妇儿你家可能就是那和尚去过的地方。两个人之间的怪异气氛又瞬间消散。卷卷眨眼，听着爹娘几乎是同时松了一大口气。哎，还好我先前的借口找得好，怪不得所有的穿越人都用一个借口，那就是失忆，这是真的好用。还好，便宜媳妇儿目前来说记忆混乱，对周围的情况不太了解，还好糊弄。怎么感觉这个事情有点怪？红薯闷上了。有点沙哑虚弱的小男孩声音在耳边响起。这个声音陡然出现，将卷卷吓了一跳。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云安瞧着自家的小妹妹，只觉得这个家呀，还是要靠她。我可没有吓你啊，是你看爹娘太入迷，没有听到我叫你。啊，红薯闷上了。卷卷，娘亲，红薯已经闷上了。我们卷卷真能干。焖红薯？媳妇儿，你还知道焖红薯？那当然了。焖红薯，甜的，比野菜饼子好吃。卷卷看着内心开心发出吼叫的爹爹，只觉得爹爹也好欢快，像个小孩子一样。白天像是察觉到了卷卷的目光，也是视线微转，落到了他的身上。这小闺女果然和男孩子不一样，太可爱太乖了吧。我还记得我那个小表弟，整天就知道拿他那个小破枪嚷着崩死你崩死你，简直就是个魔鬼。来来媳妇儿，你给种下红薯，我不太会，别让我给埋死了。还有，我帮你抱着卷卷。有点怀疑，这人单纯就是想要抱小闺女了。但这个红薯还是他来种吧。啊，等着出苗就好了，出苗了就能扦插。这爹娘似乎真的不一样了呀。这是好事儿，不是吗？白云起慢悠悠回头，看着床上躺尸却又突然开口说话的二弟。这人从回来后就又回床上躺着了。其实啊，要说整个家里最不对劲儿的，不是爹娘，不是三弟和小妹，也不是他，而是眼前这个二弟。爹性子变化，那是因为不再喝酒赌钱了。在狗蛋曾经不太真切的记忆中，爹没有喝酒前也是一个好爹。娘性子变化是因为掉下牛车摔到了头，恰巧把吃啥给刷好了。虽说现在记忆还混乱，但也是正常的。他白云起虽然身体里已经换了一个人，但他敢说，至今为止，因为挨了一巴掌，痛改前非后循序渐进的表演非常的棒。他装狗蛋没有任何出错的地方。三弟之前就是喜欢傻笑，虽说现在老三笑的好像比以前好看些了。小妹依旧是记忆中的样子，乖巧能干。大毛则不一样，他自从醒来之后就毫无缘故的大变了性格。要知道之前的大毛性子也是个混不吝的，大大咧咧，现在却安安静静的在床上躺着。白云起的心中浮现了一个有些可怕的念头，莫非……娘，爹！云安看着跑出来的大哥，眼眸微眯，只觉得果然小孩子是最让人讨厌的，尤其是这样又蠢又能作的。白狗蛋，你疯了！狗蛋！哎呀，算了，怎么也是一个原主活过的标记。白云起，不要嫌弃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不要！心中吐槽着，可白云起还是继续着他不崩人设的表演计划。傻了，大毛那个货绝对是给摔傻了。这一嗓子直接把院内的卷卷几人喊懵了。白云起的内心非常满意这个效果，是之前狗蛋那个性格能干出来的事儿。哎呀，看看出色的修饰在哪里也会出色的。我扮演的狗蛋绝对和原来的性子一模一样，要的就是悄无声息的改变，就像是水滴石穿，不会让任何人怀疑的。江代有些疑惑，他没有原主的记忆，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家里人之前是什么性格。白天则是忽然想起来，是啊，老儿之前没有这么安静的，不会是真的摔傻了吧？我这第一次当爹确实有点腰不熟练，今天醒来老二说要睡觉，我还让他好好休息了，结果就得知二毛和卷卷打架了。大毛，下一秒他见到大毛在他面前直愣愣的倒了下去。我去，这烧得这么厉害！白天只觉得棘手，这可是古代呀，一个搞不好发烧是要烧傻的，这可不行。媳妇儿，银子，我去找郎中。江代动作麻利，将银子交给了白天。
刚想去找凉水和破布。娘，给，谢谢卷卷。江代开始用凉水给发烧的大毛降温。这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出现在面前，确实有些神奇，还有些怪怪的。系统，我现在权限能换半包退烧药吗？就只能红薯和压缩饼干，数点。那我的生命值换？算了，不换。云安表示他努力过了，但系统就是不同意。明明刚回来的时候还没有烧起来，怎么短短时间里就烧起来了？难道刚才是我想多了？老二这是因为发烧，真的给烧的有点傻了，神志不清了？不要吵了。骤然响起的稚嫩小童音，让心中乱想的白云起和云安都愣了一下，目光看向了突然出声的妹妹。那一瞬间，卷卷感觉自己像是被村口会咬人的大黑狗给锁定了，还是2只。怎么了，卷卷？刚才挺安静的啊。在哥哥和娘亲的双重注视下，卷卷只感觉自己的心脏在不停的扑通扑通的跳着，甚是吵闹。孩子急中生智，外加脑子短路，下意识的就抬起了手，呆呆的指着自己心脏的位置。这里跳得太快，吵。嗨，在多想什么呀？我又在警惕什么呢？哎呦！果然，试图理解4岁小孩都是傻子。小卷卷做出这样的动作，好软萌可爱啊！果然是小孩子，天真可爱还无邪。殊不知，卷卷已经快被吓得浑身冷汗了。接下来的时间，卷卷再也不敢说话，只是闷头给娘亲帮忙。哎呀，要不我住你们家算了。还请郎中给孩子开点药，劳烦了。切，又不是不给钱。再说了，我还想要家里的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呢。郎中把脉，仔细查看了大毛一番，开了几副药。我看也没什么大碍，吃点药不烧了就行。对了，你们一家都过来，我给检查一下，省得到时候他又要赶过来。不大，二毛，快去。对，尤其是这个二毛，郎中劳烦您好好看看。算了，这也是一家人，叫就叫吧，没事。我能说我一点事也没吗？看看他们是不是要好好补补。我有事，我的事可太大了，定是要好好补补的。狗蛋儿没多大事儿，看起来伤得很重，但脉象挺好，就是有点营养不良，多吃点东西。二毛这儿，二毛怎么了？也没多大事儿，只是当时那口血的颜色，现在回想起来，好似有点奇怪。当然可能是淤血，但根据脉象来看，这孩子没多大事儿，年纪小，身强体壮的。这老头能不能一次性把话给说完啊？严重怀疑这小老头是故意的。废话，那可是高级人造血浆。没有想到这郎中还是有点本事的啊，这都能够注意到。江代心中骂骂咧咧，但还是面带微笑的将郎中请走。眼瞅着爹娘要把郎中送走了，爹娘不再看看吗？就是，媳妇儿，要不你也检查一下？反正我是穿越来的，有主角光环，定然是死不了的，这不用检查了，还要花几文钱的检查费。我没事儿，要不你检查一下？我肯定是没事儿，毕竟有着穿越者的金手指，那就是绝对死不了。要不都检查一下？不用了，不用了。笑话，谁不知道家里现在的情况？能省则省。要知道，穿越者可是自带光环的。爹娘还怪有默契的。将郎中送走，屋内又短暂的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中。江代站在床边，看着昏睡不醒的大毛发愁。白天拿着手里的1两半银子发愁，这本来到手3两银子，500文还给了隔壁王家，刚才又付了1两银子的诊费和药费。爹娘，红薯焖好了。这么黑黢黢的东西，居然叫红薯！白云起在修仙界根本就没有见过红薯，他是什么人呢？他是天之骄子，从生下来的时候就没有吃过这凡间的俗物。白云起好奇，卷卷其实也是好奇。爹娘，这个怎么吃呀？
把皮剥开就可以吃了。有点不堪入目的黑色外皮褪去，红薯露出了它原本诱人的模样，焦黄到有些发红的瓤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真的是太香了，看着就好吃啊。江代看着眼前的红薯，又看着面前几个明显已经馋了的孩子，当机立断将红薯分开，顺便吐槽着：就是这红薯真的是太少了，只有2个，另一个还要种土里不能吃。但没关系，既然这里出现了红薯，那就说明念桃村附近必然还有红薯，只是还没有被人给发现。但这红薯是从放杂物破烂的屋子里面找到的，还是在一个犄角旮旯的角落，也不知道是谁给弄回来的。来，你们3个一人先吃一点，剩下的给大毛，他醒来了再吃，好不好？还好这个红薯并不算小，但分开了也就少了，就是小孩子2口都能吃完的事儿，只是也就够小孩子们纷纷尝尝鲜了。江代是真的也想吃，可是他目前来说还做不出来和孩子们抢东西的举动。还能怎么办啊？我也想吃，但烤红薯就这么点儿，都穿来了也不能和孩子们抢吃的吧？给孩子们吃吧，我不吃的。虽然真的好想吃，但不行。白天你记住，你穿越来应该是要做大事的。卷卷看着爹娘，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现在的爹娘真的很像小孩子，明明很想吃，原来被爹娘宠着是这种感觉呀。卷卷看着手里的红薯，不算小，起码他一嘴吃不完。娘吃，爹也吃。江代和白天那一刻都懵了，他们是真的没有想到卷卷还能想到将烤红薯分给他们。2个人在原来的世界，别说是有孩子了，就连婚都没有结过，连一个正儿八经恋爱都没有谈过的2个人，此刻真的说不清楚心中的感受，就是难受，感觉自己一家好可怜呐。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就是一普通人，真的没有正儿八经种过地，开局还是天崩的。虽然他们在努力想办法赚钱，但目前家里是真的穷。江代鼻腔猛然一酸，但面上却浮现出一抹笑意。不用了，卷卷吃就好了。不用，爹爹不吃，卷卷吃。早知道要穿越，我就学点能用得上的东西了。种地我不会，念书我不行，从小看到数学物理就头疼，现在搞发明也不太行。这背诗高中的时候行，可我刚刚大学毕业，是还记得一些，但是大不如高3的时候了。毕业之后本来想要躺平，结果被外公要求自力更生给赶出去了，自己搞了个互联网小公司，靠着短视频混得也算是不错。可问题是，这里有什么网？白天只觉得自己真的好没用，原来穿越是这么难的一件事儿。卷卷疑惑地低头看向墙角，那里静静趴着一只蜘蛛，而蜘蛛下面就是一张漂亮精致的蜘蛛网。这不是有网吗？